高溫末世之後，地球上的生物全部變異成各種怪物，所有的氧氣都被抽乾，怪物們分散在各個地方，張開血盆大口，撕咬着人類。活下來的人都被困在一個狹小的電梯中生存。每隔3天，電梯會刷新一次，方便大家到現實世界中獲取升級材料。當別人還擠在電梯狹小的空間裡艱難求生的時候，我的電梯裡早已變成了獨棟大別墅。而這一切都是源於那一次的機緣。時間回到電梯的第一次開啟，在高溫結束後的第7天，我腦中出現了一道機械的聲音：歡迎來到電梯求生遊戲，贏則生，敗則死，請各位努力升級電梯。緊接着，系統驗證了我的身份信息和系統等級：姓名阿良，性別男，等級為0，獲得50公斤木材，可升級電梯系統。而此刻我家剛好都是木質家具，一下就搜集了30公斤的木材，但是只有30公斤，還遠遠不夠升級。距離任務結束還有5天，沒有收集足金木材的宿主，手上木材將會清零，重新計算。系統此時發來提示：世界窗口炸了鍋。翻看着大家的留言，我才知道自己不算是最慘的，大部分人都只收集到10公斤左右。高溫末世之後，世界上的木材應該都被燒得差不多了。我現在特別感激當初買房時老媽送給我的一屋子实木家具，不然我也難湊到這30公斤的木材。系統屏幕上的時間21點25分，再過5分鐘，電梯就會刷新一次，我就可以再次出去收集。只是不知道這一次電梯會把我送到哪裡，要是到木材廠就好了。親，能不能換我5公斤木材，給你一張我的自拍照，怎麼樣？屏幕一閃，一條私聊消息出現，對方頭像是個穿着黑色蕾絲裙子的妹子。我直接關閉了彈窗，看着電梯裡放着的麵包和水，我大嘆一口氣。在系統中，木材除了可以升級盲盒，還能兌換生存物資。而我在1個小時前用2斤木材換到了可以生存7天的糧食。當務之急還是盡快升級電梯。電梯完成刷新，宿主可以離開電梯，收集木材，限時2個小時。系統提示發來，一道光束從電梯門的縫隙處顯現。我拿起一邊的斧頭，隨着電梯門打開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寫字樓。這是高溫末世來臨前我工作的地方，此時已成一片廢墟。好在是熟悉的地方，我直接衝往頂層老闆的辦公室。我老闆年紀比較大，辦公室裡幾乎都是實木的辦公用品，尤其是他的辦公桌，上面還裝着一個名貴的茶桌。光是那個加起來應該就足夠我升級電梯了。可我好不容易爬到頂層，打開辦公室，我懵了，那個茶桌只剩下一半不到，邊緣處有明顯被砍伐過的痕跡。難道電梯外的世界也會重複刷新給其他人嗎？這還怎麼搞？突然一陣怪物的嚎叫聲在遠處響起。收集木材只是第一步，最難的是需要自己將木材運送到電梯，讓系統回收。這對體力是一個極大的考驗，真不敢想象那些女性幸存者是怎麼收集到木材的。背上木材，我開始順着樓梯往樓下走，一邊走一邊捂着嘴，不敢大口呼吸。嚎叫聲回盪在耳畔，由不得我耽誤片刻。突然一聲巨響，我趕緊停下腳步，靠在樓梯間的角落裡。沉重的腳步聲很快從防火門後傳來，我猛吸一口氣，進行閉氣。只聽吱扭一聲，防火門被緩緩推開，一個蒼白沒有頭髮的腦袋從門縫中伸了出來。我後仰着身子，緊緊盯着那個腦袋。突然他猛地轉過來，一雙沒有眼白的眼睛看向了我。高溫末世之後，沒能及時進入電梯的幸存者都在極端環境中變異成了喪屍。他們沒有毛髮，沒有視力，不穿衣服，全靠嗅覺、聽覺、觸覺來行動，對血腥味和二氧化碳極為敏感。距離電梯關閉還有30分鐘。系統發出提示，我的時間不多了，要是在規定時間內我沒有回到電梯，電梯系統就會停止為我供應，那我只能成為喪屍的午餐。我緊握手中的斧子，小心翼翼地朝着樓下挪動，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音。距離電梯關閉還剩下1分鐘。系統再次發來提示，而我也看到了面前不遠處屬於我的電梯，只要幾步我就能回到安全的電梯裡。而就在我朝着電梯跑去時，一聲吼叫在我身後響起。我下意識扭頭看去，一張血盆大口朝着我的脖頸咬來。我下意識把手裡的斧子朝着喪屍的嘴裡扔了過去。就在電梯門關閉的最後那一刻，我整個人用力地擠了進去。電梯關閉，開始清點木材。大口喝着水，我汗如雨下。電梯裡的屏幕正在清點我拿回來的木材數量，裡面傳出一陣點鈔機的聲音，聽得人心裡躁動不安。
木材數量為7公斤，宿主可以選擇在商城兌換武器和食物。最新升級武器電鋸，僅需20公斤木材便可獲得，機會難得哦。我點了否，木材的數量便直接劃入總計數，還差13公斤，我就可以完成系統升級。這時候，世界頻道上有人發現了問題，這不對，系統吞了我的木材，我拿了那麼多，怎麼可能才3公斤？這系統有問題。我的也是，我的才2公斤，我可是拿了整張桌子，怎麼會才2公斤？我投訴。我認為木材輕點，應該用電子秤公開稱重，怎麼能系統說多少就多少啊？我不服。此時公屏上，一個叫阿強的男人開始吐槽系統稱重含有水分，也有不少人開始刷屏附和。這個問題我在一開始就發現了，但是詢問系統卻換來一句最終解釋權歸系統所有，我也就猜到是怎麼回事。而且這個系統還會在收集木材之後，引導宿主在商城進行兌換武器，然後降低大家手中的存儲量。我剛才手上那把斧子就是一開始在商城兌換的。見投訴無門，公屏上的人吐槽了幾句，也就都消停了。小哥哥，你還在嗎？又是那個穿黑色蕾絲裙子的女人在私聊我。本想無視，她又窮追不捨地給我發消息。小哥哥，我在世界窗口關注你很久了，跟我聊聊嗎？你會感興趣的，我什麼都可以哦。看着屏幕上滾動的字，我此刻內心毫無波瀾。要是換了以前，我肯定第一時間回復，但現在這種條件下，還是被生存意識斬斷。畢竟也摸不着。本想關閉系統燈光休息一會，可系統屏幕卻一直給我推送商城物品。原本我木材就沒囤夠，當然不會買什麼東西。結果當我仔細一看系統推送給我的東西，我頓時眼睛睜大了。系統竟然推送給我一把名稱為073的弓弩，攻擊喪屍傷害率高達 70%， 一共刷新出37把，數量不多，卻需要10公斤木材才能購買。這讓我猶豫了起來。現在收集木材，除了刷新的場景是關鍵以外，對付和躲避難纏的喪屍也是重點。喪屍並不難殺，就是數量龐大，他們只要嗅到血腥氣和氧氣，便會窮追不捨。第一輪收集物資之後，我記得商城刷新的第一件對付喪屍的武器是氧氣面罩，這樣只要不受傷，即使和喪屍擦肩而過，也不會被攻擊。第二次刷新的是止血包，在傷口處纏上2圈，不但可以急速止血，還能掩蓋血腥味。這2樣東西一上架就被一掃而空。同樣的，這一次電鋸和弓弩的庫存也正在快速的減少。看着屏幕上的信息，我遲遲不敢按下兌換按鈕。剛才砍了喪屍的斧頭，在最後關頭被我拖回了電梯裡，所以武器我是暫時不缺的。可是這073弓弩對我卻有大用處，但我只差13公斤木材就可以升級，犯不上再因此損失10公斤的木材，畢竟10公斤木材可不是那麼好收集的。可萬一下一個場景我會用到弓弩呢？是否該以小博大？突然我看到屏幕上顯示的弓弩弩件數量以及下面極小的一行說明後，我直接立馬關閉了兌換渠道。就在回到世界公屏上之後，弓弩已經沒庫存了。世界頻道，此刻已經有人買完了。太好了，有了073我就不用害怕喪屍了，70%傷害率也足夠我跑回電梯了。你沒看見底下標注的數字啊？共計10根弩箭頭，3根免費贈送。後面呢，每根弩箭加5公斤木材，自動購買。那麼小的字誰能看見啊？這算什麼意思？系統顯示貨物售出，概不退換，這不是坑人嗎？完了完了，我的木材全沒了，還倒欠系統30公斤木材，這不是白忙活了嗎？這商城壓根不是解決問題的，就是為了消耗咱們手中的木材，不讓電梯升級。大家別在商城購買東西，這都是騙局。就在這最後一句話發出之後，世界窗口發出了禁言標誌，我不由得大嘆一口氣，還好我及時看到了那行小字，不然就虧大發了。電梯門下一次開啟時間，明早9點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系統再次提示出聲，我不由得愣住。電梯門刷新的時間縮短了，之前都是3天開啟一次，這次怎麼這麼快？不過這樣也好，可以盡快離開收集木材。一覺睡醒已經是早上8點半，距離電梯門開啟還有半個小時。打開系統屏幕，發現那個黑絲蕾絲裙女孩給我發了一晚上的消息，雖然很無語，但也能理解，畢竟對方是個軟妹子。小哥哥，你理我一下，給1斤木材也行，求求你了。要是有一天能回到現實世界，我跟你裸花也行啊。看着她還在不斷發送文字，我忍不住失笑，這妹子夠有毅力的。點開她的名片，名字跟我一樣，都是系統隨機取得，叫阿芳。距離電梯門開啟還剩5分鐘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正打算回復幾個字意思一下，系統卻發來提示，我趕忙拿上斧子。
電梯完成刷新，宿主可以離開電梯收集木材，限時2個小時。很快，電梯門緩緩打開，呼的一陣冷風穿門而入，外面是一片冰天雪地，放眼望去是空曠不着邊際的雪地，天空中還飄着鵝毛大雪。踏出一腳，積雪已經漫過腳踝，刺骨的寒意從腳心直達天靈蓋。高溫末世結束的時候，我只穿了一條褲衩便躲進了電梯。後來刷新到家裡，才順手拿了2件衣服，根本不足以抵禦嚴寒。猶豫片刻，我還是離開了電梯，哪怕只撿到一根樹枝，也比什麼都沒有要強。環顧四周，大雪封山。從刷新到工廠開始，我就發現每次出現的場景木材都在成倍減少，這一次更是出現了萬物凋零的雪季，滿地雪白的連片葉子都看不見。這系統到底想幹什麼？隨便選了一個方位，我就往深處走去。越往深處走，積雪就越厚。我來到一片被冰封的湖面，往下一瞧，我竟然發現湖面上飄的全是木頭。我驚喜的大喊：天哪，我發了！而就在我興奮地拿着斧頭衝向冰凍的湖面時，不遠處2道喪屍的影子朝着我漸漸逼近。此刻我趕緊拿起斧子凿冰，可這冰層太厚了。突然一聲嚎叫在耳邊響起，我僵住动作，透過冰層反光，我明顯看到2個喪屍站在我身後，像狗一樣朝我嗅着。一定是我剛才凿冰的動靜把他們吸引過來的。我趕緊停止呼吸，直接趴在冰層上，用自己少得可憐的體溫試圖將冰層融化。也許是體溫減弱，氧氣輸出減少，喪屍站在那裡觀望，並沒有朝我靠近，這讓我鬆了一口氣。距離電梯門關閉還剩下30分鐘。系統提示猛地出現，我大驚失色，這麼快就過去1個半小時了嗎？我開始用手在冰層上使勁摩擦，用熱量來融化最後一層防線。忽然一陣冰涼鑽進手心，冰層直接穿了孔。我順着那個小孔把手進去，撈出水裡的木頭。2個喪屍就站在我面前看着我，一點點把木頭撈出來，擺放整齊。忽然一聲槍響，我仨都愣住了。緊接着遠處就是一片哀嚎和慘叫聲。2個喪屍發現了什麼，直接朝那個方位跑過去。我趁着這個空檔，把木材捆在身上，開始返回。回到電梯的時候，我還能聽見空曠的雪地中響着陣陣哀嚎聲，所以除了我，這裡還有其他幸存者。之前從來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過，這一次我更是聽到了人聲，這到底是幻覺還是真的呢？電梯已關閉，正在結算中。系統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，又是一陣驗鈔機的聲音響起。木材數量為5公斤，商城物資已刷新新武器，宿主可前往商城兌換。直接關閉彈窗，我開始瀏覽世界窗口的消息。發現很多人都遇到跟我同樣的問題，懷疑自己的場景中還有其他人也在。眾人都開始描述自己的場景內容，果然有很多人都刷到了同一個場景。如果是這樣，那在場景中是否可以找他人合作呢？我剛準備留言，一個叫阿毛的人發出一條評論：你們是不是傻啊？同一個場景多個人同時刷出，物資怎麼夠用？而且離開電梯之後，電梯是一直開啟狀態，萬一別人進入自己的電梯怎麼辦？那我就進入別人的電梯啊，還怕沒地方去啊？你先自己研究清楚系統，再說廢話吧。系統商城中的兌換系統可以指定人兌換，你敢讓別人進入你的電梯，那你的東西就會全部轉移走。阿毛的話讓評論區炸開了鍋，我趕緊查看自己的商城設置，發現真的可以贈送給指定宿主。我還以為必須是在線上發起的交易才能兌換，原來直接贈送也可以嗎？此時商城的彈窗出現在界面。商城已刷新，花費30公斤木材，可兌換喪屍1名，為自己看家復原，數量僅有10個。有需要的宿主，請盡快前往商城兌換。我愣住，趕緊打開商城查看。除了喪屍之外，商城還刷新了監控器、電子鎖、紅外激光鎖等商品，但每一個都價值不菲。我看着自己的儲存量，還有8公斤的木材就可以升級了。我要購買這些東西嗎？只是猶豫了片刻功夫，商城中的東西瞬間顯示庫存為0。此時世界窗口有人開始高價格售賣這些東西，用來換取成倍的木材，這還讓他們發現生財之道了不成？電梯開始刷新，下一次開啟時間為2個小時後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電梯開啟的時間又縮短，我摸着自己被雪浸濕的衣服，猶豫着還是關閉了商城。我只差8公斤了，雖然不知道升級電梯後會是什麼樣，可一直這麼消耗下去也沒有意義，最終目標依然是升級電梯。一陣腳步聲突然傳來，我意識到什麼，趕緊躲在床底下。
果然有人。他在屋子裡轉了一圈，發現了我進來時打開的窗戶。看來是從這邊進來的，太好了！要是找到他的電梯，那我就不用費勁了。說着，他便從窗戶翻了出去。我從床底爬下來，透過窗戶看到那是個彪形大漢，頭上戴着氧氣面罩，手裡掂着電鋸，正朝我電梯的位置摸索過去。這下糟了，看他的體型和裝備，我也不是對手啊。拿起斧子，我便尾隨上去。好在院子裡的高聳的建築影響了視線，他又戴着氧氣面罩，一時間無法判斷我電梯的位置。如果我能比他先一步回到電梯，那他還能進入我的電梯嗎？這麼想着，我從另一邊繞行離開了古堡。可回到電梯，卻發現電梯根本無法手動關閉，而我也沒購買任何看家護院的工具，現在只能希望他找不到這裡。距離電梯關閉還剩下10分鐘。很好，只要再等10分鐘就沒事了。找到了！彪形大漢的聲音猛地出現，我趕緊舉起斧子。他打量着我，忍不住讥笑道：“原來是個獸姬啊，那就只能怪你倒霉了。”說罷，他舉起電鋸就朝我衝了過來，2、3下我就被他甩出去數丈。電鋸橫腰一掃，一片血痕出現在腹部。男人趁我倒下，直接鑽進我的電梯，開始查看我的物資。竟然有這麼多！你小子還真摳啊，什麼都不買。男人開始在屏幕上操作着什麼，我一驚，費力爬過去，使出吃奶的勁，一口咬在他手腕處，與他扭打在一起。這是我的，想要你自己去找啊！還要人你屬狗的，信不信我殺了你？說着，他用力一腳將我踢飛，抄起電鋸就朝我的頭劈下來。也許是老天爺保佑，他的電鋸頂端直接卡在了我的電梯門上。我找準機會，繞到他身後，用力一個俯衝，將他撞翻在地，把自己的血全抹在他臉上，還揪下了他的氧氣面罩。老子殺了你！男人又從腰間拔出一把匕首，朝我刺過來。我趕緊挪動屁股，往後退到電梯一角。男人的刀劍扎了個空。怕了，給你個活命的機會，把木材都轉給我，我就放過你。我也不想殺人。我看着他，冷冷一笑。拜拜。男人一愣，還沒來得及說什麼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留在電梯外的腿，瞬間將他拽了出去。不要！救我！救我！我就坐在電梯裡，看着喪屍一口一口咬在他身上，吞噬他的血肉。電梯門已關閉，現在開始清點。隨着驗鈔機的聲音響起，我大鬆一口氣，癱倒在地。幸好傷口不深，不然我今天就交代在這了。木材數量為7公斤，系統檢測的宿主受傷，推薦購買醫療倉服務，請問是否需要？一個彈窗出現，上面顯示醫療急救倉，使用後可治愈60%的外傷，但是需要花費30公斤木材。想着撿個漏，我到世界窗口查看低價轉讓市場，發現他們換什麼的都有，就是沒有醫療用品，甚至還有不少人都在詢問醫療用品交易的事。我又打開商城，繃帶、酒精等用品價格最少的都要10公斤木材，那我還不如買個醫療倉呢。小哥哥，你還活着嗎？私聊窗口再次探出，還是那個穿黑色蕾絲裙子的妹子。我想了想，趕緊回復：活着，但是受了點傷。你有醫療用品嗎？很快，妹子就回了消息：我有云白药，但是沒有繃帶，创可貼西药嗎？我頓時來了希望。云白药我要，你要多少木材？5公斤就行，我只能給你半瓶。我遲疑了起來，但我遲疑的是他要的價格比我預想中要低許多。畢竟放在交易市場的話，10公斤也有人要，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。但我不想思考，直接兌了5公斤的木材給他。很快，云白藥就出現在電梯裡。我把衣服撕碎做繃帶，沾上云白藥纏在身上。小哥哥，你的傷要不要緊？妹子又發來消息，我回復道：沒事，不算嚴重。那就好，剛才刷新我沒出去，外面有慘叫聲。我趕緊回復：是啊，現在他們都在搶奪別人電梯裡收集的木材，你最好別出去，只要不出去，他們也未必找得到你。好吧，我也不敢出去，我是個菜雞。我先休息一下。簡單結束對話，我靠在一邊開始喘息。我猜測大概是上一場廝殺太過嚴重，系統沒有再發來刷新的消息，這也給了大家喘息的時間。可如此一來，收集木材就會變成搶奪電梯。我現在又受了傷，不能再出去找木材。翻看着自己的儲存，本來只差1公斤，現在又變成了6公斤，真是白忙活了。突然我的眼睛掃到了電梯裡躺着的電鋸，除了電鋸還有氧氣面罩和一把匕首，應該是剛才那個彪形大漢留下的。我想了想，乾脆直接把這3樣東西都掛在交易市場，萬一能賣出去，那我豈不是不用出去了？果然很快就有人用6公斤的木材
買走了氧气面罩。看来大家第一想对付的还是喪尸。如此，我便把电锯和匕首收了回来。恭喜宿主完成50公斤木材收集，是否现在进行電梯升級？我趕緊點拉式，下一秒光線消失，整個電梯都在劇烈的抖動着。僅僅過去5秒鐘左右的時間，燈光再次打亮，我竟然回到了自己家。這裡竟然和我家裡的場景一模一樣。難道我離開電梯回到現實世界了嗎？可就在我竊喜之際，電視屏幕自動打開。電梯已升級，當前等級為1級，獎勵住宅1套，獎勵073配槍加3發子彈，獎勵30度電量，3噸水量，30方燃氣，獎勵1瓶雲白藥，1顆回血丹，2顆腎寶丸，2瓶黃桃罐頭，1米醫用繃帶。新任務：收集100公斤鐵，升級電梯到2級，3天後電梯刷新。宿主請做好準備。只見光芒乍現，獎勵的東西全部出現在茶几上，連帶着還有3張卡片。就在我看清楚卡上的字時，屋子頓時陷入一片黑暗。我趕緊把電卡插上，電箱上顯示數字30，屋子裡的燈隨之亮起。之後又把水卡和燃氣卡也插上，回到沙發上坐着，看着自己的家，恍如隔世。沒想到只是升了1級，就有這麼大的變化。那2級會是什麼呢？本想好好吃一頓，再想接下來該怎麼辦，卻發現家裡根本沒有食物。打開系統商城，發現系統也跟着刷新了，大家都在世界窗口留言說自己升級的事，而這些人中並沒有0級的人，也就是說，沒升級的人已經和他們這些升級的人不在一個頻道了。我想起了那個黑色蕾絲裙子妹子，趕緊打開還沒刪除的聊天框。你還在嗎？等了許久也不見回復，看來他已經收不到我的消息了。我又打開商城，發現本來用木材就可以兌換物資的規則變成了鐵塊。我看着四周，也許家裡能收集到一些鐵呢。可剛站起身子就疼得齜牙咧嘴，只能又陷進沙發裡。今天就算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說吧。吃了半瓶黄桃罐頭，又把那顆回血丹吃下，我就躺在沙發上睡了過去。睡了1天1夜，我是被私聊消息吵醒的。我一個機靈坐起來，發現腹部的傷已好大半，想來是回血丹的作用，趕緊打開私聊信息。我眼前一亮，竟然是那個黑色蕾絲裙子阿芳。你也升級了？按理說她一個軟妹子，不可能這麼快升級吧？那邊很快回復消息道：我就差5公斤，還得謝謝你啊。不是吧？這麼巧嗎？你怎麼收集的50公斤木材啊？比我還猛。我不告訴你。我愣住，突然想起了之前他說過的自拍照。不過想來也合理，生存本來就是殘酷又悲催的。小哥哥，你回到自己家了嗎？看見他的回復我恍然，看來1級的獎勵大家都一樣，那豈不是人人都有073？我倆閒聊了片刻，我就開始收拾整理，想着家裡的鐵應該也不少。除了老媽當初送我的實木家具，我還買了一些簡易的。可收拾一圈下來，發現不是塑料就是鋼，壓根沒鐵。唯一的鐵就是灶台上老媽給我買的鐵鍋，卻也才兌換了1公斤的鐵。小哥哥，你還要換東西嗎？我有吃的，低價兌給你。黑色蕾絲裙子妹子又發來消息，我趕緊回復換，不過我只有2斤鐵，你看着給吧。那我給你2個麵包，2包乾脆面換1斤鐵吧，另外1斤你可以到商城換一袋米，趁它還沒漲價，趕緊，你會沒有了。我一愣，趕緊打開商城。幸運的是，我買下了最後1袋5斤大米。這天晚上，我和黑色蕾絲裙子聊了一整夜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我們倆越聊越投機，便決定合作。我負責出去找鐵，他利用自己優勢，以低價兌換需要的物資。收集到的鐵和兌換好的物資，我倆1人1半。我也開始找人私聊，發自己的自拍照換取鐵塊。雖然挺無恥的，但是能保命。在那些遊樂設施的底下，我發現了鐵釘。像這樣大型的擺件，一般都是鐵釘來固定。這樣的鐵釘一個就有半斤。我用斧子把水泥地砸開，將鐵釘一個一個撬出來。以防偷襲，我每收集4根鐵釘，就回到電梯藏起來，這樣他們即使闖進來，一時半會也找不到。很快我就收集了16根鐵釘。就在這時，一聲槍響突兀響起，我被嚇了一跳。那個穿夾克的男人扛着一張鐵桌就從屋子裡走出來，臉上全是血。他走到距離我不遠的地方，停下腳步，上下打量着我。你找到什麼了？我猛地咽下口水，把兜裡2根鐵釘拿出來。2根鐵釘估計有1斤吧。你要嗎？鐵釘？男人笑了起來。看你那慫樣，怎麼升級的？我支支吾吾道，主要靠打野，偶爾也撿漏。他鄙夷地對着我暗罵了2個字，
便離開了園區，朝樹林裡走去。我深深吐出一口氣，看向他出來的方向。緊接着又是2聲弓箭破風的聲音，發出一聲女人的哀嚎。我發現了一件事，喪屍不見了。我把最後的2根鐵釘挖出來之後，就迅速回到了電梯。為了防止他們來搶劫，我只能暗藏着搶站在門口。電梯門即將關閉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此時系統發出60秒倒計時。就在系統發來提示的同時，外面又傳來了2聲弓箭破風的聲音。隨着電梯門關閉，我嚇得跪倒在地。這些人怕不是瘋了吧？真的把人當畜生殺嗎？我費力地爬起來，把先前藏好的鐵釘找出來，讓系統清算。電梯已關閉，開始清算。一共24根鐵釘，不知道能結算多少呢？鐵塊數量為7公斤，宿主可以到商城兌換武器。我頓時樂了，剛才的恐懼一掃而空，我還以為能換個5斤就不錯了，沒想到能兌換7公斤。按照先前的約定，我聯絡黑色蕾絲裙子，給他說了剛才的情況。黑色蕾絲裙子說他還沒出電梯就聽到了聲音，所以剛才那一輪他沒出去，收穫為0。1級別的人跟0級別的人不一樣了，上一級是明搶，這一級是明殺。你別出去了，以後我出去收集鐵塊，你負責盯着交易市場，低價兌換一些糧食就行。小哥哥你真好，回到現實世界，你就是我老公，以後我能叫你老公嗎？看着他的留言，我不自覺勾起了嘴角，但還是含蓄地說道：能活着再說吧。我把得到的7公斤鐵塊分了一半給黑色蕾絲裙子，他給了我1桶油和10個雞蛋。今晚上我們倆都吃上了蛋炒飯。看着只剩下7斤的儲存，我皺起了眉。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才能收集到100公斤呢？我得想個法子才行。畢竟現在我們是2個人，我負責主要貢獻，那就是200公斤的鐵。就這麼簡陋，恐怕不行。下一次刷新時間15分鐘後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飯吃到一半，我愣住了。這麼快就又一輪了，15分鐘，我趕緊放下碗筷。很快電梯門再度開啟，外面好像是個老破小，未免跟其他人撞上。我這次從偏一點的位置繞進去，這樣別人也無法判斷我電梯的位置。剛翻進去，我就聽見了爭吵聲。透過一層房屋的窗戶，我看到2個男人在屋子裡爭奪一個鐵鍋。他們爭奪過程中，其中一人開槍幹掉了另外一個人，拿走了鐵鍋和配槍。怎麼又是你？熟悉的聲音在身後猛地響起。我頓時愣住，回過頭，上一輪那個夾克男正站在我身後，斜眼瞪着我。竟然會匹配到相同的人吗？我挺巧的，我還沒收集到東西。他的眼睛卻定格在我屁股兜的位置。有子彈嗎？我猶豫着，還是點了點頭。他則直接掏出槍對準我，給我2發子彈，這一輪我不殺你。我差點沒尿出來。現在連掩飾都不掩飾了，直接改名搶了嗎？瞧你那慫樣，一定沒開過槍吧？3發子彈你留1發，剩下2發是自己的買命錢，合理。男人自說自話，將槍口對準我的腦門。我二話不說，直接把槍裡裝的子彈摳出來給他。我就帶了1發，其他2發藏在家裡，要不槍你也拿走。男人頓時無語。你還挺雞賊啊！5分鐘後進去。留下這句話，男人直接進了單元樓。我聽話的在樓洞口等待，很快就聽到一聲槍響，緊接着就是什麼東西嘩啦倒地的聲音，然後便一片寂靜。大哥，我能進去了。見裡面半天沒動靜，我主動喊着，可對方沒回應我。難道夾克男死了？